台风紫檀疯狂打转，广西暴雨没完没了，重锁的宁明、萍乡、龙州又淹了。广西的老表们真的要被19号台风紫檀整破防了，明明只差10公里就能登陆，它硬生生原地刹车，来回打转，把整个广西南部泡成了水乡。广西又被洪水淹了，从左宁明、龙州还有防城港、上林多地告急，今年第2次了。7月台风美萨克刚走，260多万人受灾，才1个半月，台风紫檀又来了。截止到今天8月24日，宁明县城被淹，积水深达4米，岷江水位逼近2008年历史极值。龙州超警戒6米多，萍乡城区内涝，上林暴雨红色预警。这次最严重的是从左宁明、龙州一带，因为台风紫檀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，持续给桂西南输送水汽，加上越南上游来水叠加，左江、岷江流域短时间内降雨量超500毫米，河道水位暴涨，直接导致城区被淹。哎呀！听说这一场规模达到08年那个规模，你们看一下呢，这个，漩涡啊什么这些，你看水位已经涨得很高了，看这一边更加的明显。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每年的7、8月份、8、9月份啊，从左必定来这个洪水。这下彻底破纪录了，今年的台风数量直接翻倍，往年1月到8月总共也就生成14个台风左右，今年8月还没过完，直接干到20个，超额完成率能把气象台自己都看懵。这下彻底坏菜了，西北太平洋上4个台风搞团建，3个都盯上了东南沿海。现在18号沙德尔已经升级为超强台风，19号紫檀一直在北部湾打转，还和20号台风简拉维形成了藤原效应。未来3天，他们俩会先动手，一起给广西南部、海南岛西南部、广东东部和福建、浙江等地带去轮番大到暴雨，局部地区特大暴雨。所以这些地方的朋友该准备准备，千万别头铁去赌运气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热点最前线，我是孙宁。大事不好了，台风巴威、红霞、白海豚一个接一个，把中国不少地方折腾得天翻地覆。很多地方前一轮台风带来的暴雨、洪水，甚至还没有完全消退，结果现在新的台风又接踵而来，而且是短短6天，沙德尔、紫檀、简拉维、爱沙尼4个台风接连生成，西北太平洋罕见形成4台共舞，其中台风紫檀已经把广西崇左、宁明县部分地区淹成了一片汪洋，有地方洪水最深达到4米，广西的灾情已经用震撼2字也无法形容了。有居民凌晨1点就被洪水逼得往2楼逃，有人家中停水、停电、停网。截至24号下午，宁明县将近2万人被迫逃离家园。但这还不是这一轮灾害的终点，因为在紫檀后面还有16级超级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东海。咱们先看广西，从8月20号8点到8月24号下午2点，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，崇左市宁明县遭遇持续强降雨，其中至浪乡更是录得惊人的625.8米。截至24号下午，宁明县城河段水位已经超过警戒水位的7.31米。从现场画面看，街道变成河流，汽车泡在水里，商铺1楼被洪水吞没。有居民凌晨1点左右发现洪水开始灌进家里，只能赶紧把1楼的物品往2楼搬。但水来得太快，根本来不及搬东西，只能躲到2楼避险。在洪灾发生的第2天，2楼也沦陷。广西崇左宁明县遭遇持续强降雨，部分街道积水没过1楼。今年的台风格外的坏。2026年8月23日，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外围环流水汽影响，广西崇左宁明县遭遇持续性暴雨到大暴雨，局地特大暴雨，县域多条江河水位暴涨，岷江干流及派连河、四周河等支流出现全县超警戒水位洪水。cái nó hành lai bay
咗病佬都嗌就唔瞓嘅咯，啲胃啊、啲牙都咪疼晒啊，就腳都疼。如果淹一台，你看人家亚洲龙12-3万，淹一台就要遭受12-3万的损失，所以说这个情况还是有点危险的。这里应该是这段路最高的了，如果这里都淹到的话，估计可能都比08年要严重哦。过了1个小时又涨了一点，你看现在都还没下雨，确实有点严重哦。更揪心的是，未来3天广西还要持续雨水。台风紫檀目前还在北部湾海面，预计24日傍晚起向东北偏北移动。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12级，逐渐靠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。接下来1个星期，广西大部都有雨水。如果你身边有崇左、上林、防城港的亲人，转发这条视频，提醒他们注意安全。评论区报个平安，让更多人看到。广西人挺住！截至8月24号，宁明全县受灾人口已经达到了55023人，其中19163人被紧急转移，将近2万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。而这场洪水最令人担心的一点是，紫檀25号之后将转向东北方向移动，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靠近。也就是说，广西的洪水还要持续下去，广东也将面临暴雨。而紫檀还没走，24号中午12点30分，另一个台风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。可是真正让人头疼的是，这还不是全部，因为把最近几天的台风时间线放在一起，你会突然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事情：短短6天，4个台风接连生成。就在24号上午，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，至此海面上同时出现了沙德尔、紫檀、简拉维、艾莎尼4台共舞的罕见局面正式出现。更重要的是，这4个台风不是都跟中国没关系，沙德尔已经加强为强台风级，眼看着要冲超强台风。19号，紫檀窝在北部湾里打转，跟跳广场舞似的，迟迟不肯走。20号，简拉维更是突然空降生成。先说这里头最装死的一个简拉维，你猜怎么着？这台风刚出生就自带 bug， 身体里居然长了2个中心，说白了就是人格分裂。一个中心跑去浙江晃悠，人畜无害，顶多下点小雨；可另一个中心藏在琉球群岛西边，看着有气无力，马上就要在台湾海峡咽气。气象台都说他24号就消散了，你以为他死了就完事了？想得美！他临死前干了一件狠事，硬生生把半个太平洋的水汽往台湾、福建方向猛拽，局部雨量能达到350到400毫米。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当地小半年的雨量，1-2天全给你倒完。这操作说白了就是人已经凉了，但债还没还完。第二个是全场最能装的选手紫檀，他现在窝在北部湾里，看着跟废了一样，原地打转好几天一动不动。很多人以为他没劲儿了，大错特错。这其实是台风界的经典套路，叫扮猪吃老虎。他这一天不是躺平，是在偷攒能量，吸饱了海水的热量。等到24号傍晚一过，他突然就要转身发力，直接冲着广西沿海和广东雷州半岛砸过去，强度还会边跑边涨。海南西部、广西南部、广东西部，接下来这波是真的要挨实锤了。提前攒了几天的劲儿，爆发起来只会更猛，不会更弱。在艾莎尼生不逢时，旁边蹲着个有实力的老大哥，也就是18号台风沙德尔。作为超强台风，沙德尔现在环流范围大，核心强度高，就像一个巨型的能量抽水机，将周围洋面的水汽、热量全都吸到自己身上。刚生成的艾莎尼体量小，结构弱，在沙德尔面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而且现在的西北太平洋上乱成了一锅粥，罕见4个台风共舞，多个气旋同时在洋面上转，彼此间你拉我扯，互相干扰，根本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让艾莎尼发展。所以这个艾莎尼注定会是今年最窝囊的一个台风。现在对我国沿海有影响的3个台风里，沙德尔在憋大招，紫檀和简拉维在装死，他们俩也最坏了，属于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。
紫檀这种看似弱小的打转台风，危害反而更凶猛，因为70%以上的台风灾害都是由它这种慢台风引发。紫檀形成后，广西、广东、福建、浙江一带就一直在下雨，等到土壤吸饱了水，再来一轮强降雨，山体根本就扛不住。而且雨停不等于风险结束，往往雨停后的24到48小时才是地质灾害爆发的高峰期。很多人一看雨小了就急着外出，直接就踩进最危险的窗口期，更何况后面还紧跟着超强台风沙德尔。而接下来这个台风可能才是这一轮真正的大变数。我们广告之后接着看。我们的节目由普瑞堂赞助，普瑞堂目前有玄宝黑参原参、玄宝黑参口服液、植物鱼油、美元皂等产品。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$500，可获赠9蒸9铺纯手工古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参1根，多买多送，单笔满$3000再加赠1颗特级原参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订购，并输入优惠码 RMB888，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好，欢迎回来。刚才我们说到这一轮台风真正让人捏一把汗的就是沙德尔。24号11点，沙德尔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已达16级，达到超强台风级。26号前后，沙德尔将进入东海，逐渐向中国华东沿海靠近。所以现在最大的悬念已经不是沙德尔会不会来中国，而是最后到底花落谁家？浙江、福建还是路径再次出现变化？有一点非常清楚，华东沿海接下来必须高度警惕，因为一个16级超强台风正在一步一步逼近东海。沙德尔将于27日至28日登陆浙江、福建、东海和闽浙沿海地区，有强风暴雨。受沙德尔影响，24日至29日，东海南部、台湾海峡及浙闽沿海将出现持续大风，风力普遍达9到12级，阵风13到14级。台风中心经过海域可达13到16级，阵风17级。27日至30日，浙江、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江西、贵州、云南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，局地特大暴雨。来看看超强台风沙德尔吧，越来越近了，快进入48小时的警戒线了。目前各国机构路径普遍的往上抬，从台湾一直北抬到福建这边。过2天进入24小时警戒线后，会不会北抬到浙江这边来也不好说，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，因为副高很强，冷涡的影响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呀。继续的观察吧，再见。25日，它的路径清晰后，哪怕最后掉头北上，庞大的水汽环流照样会给江南、华南再送去一轮强降雨，等于是前一波雨还没干透，第二波雨就跟上了。这样一来，土壤根本就没有喘息的机会，再加上南方的秋老虎，台风一过来，暖湿气流直接撞上弱冷空气，除了连续降雨，还会带来短时的强对流天气，风险更是不容小觑。就在沙德尔不断增强的时候，新的台风艾沙尼又生成了。所以现在回顾看整个局面，紫檀、广西洪水、简拉维、福建登陆，沙德尔16级超强台风逼近东海。艾沙尼刚刚生成，这才是真正让人紧张的地方。前一场还没结束，下一场已经来了。今年这一轮台风远远没有结束。这里是热点最前线，我是孙宁。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追踪沙德尔最新路径以及中国各地最新灾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